你是否每次看星座运势都觉得不准，或是不喜欢被贴星座的标签？这是很常见的问题。其实，大家普遍认为的星座是太阳星座的简称。我也曾经以为，只要知道自己的太阳星座，就能完全了解自己的个性和运势。但是，这是一个普遍的迷思。由于过去资讯不足，我们被误导，认为太阳星座就是我们的个性的全部。如果你很想知道如何准确地利用星座认识自己，这期节目你一定不能错过。大家好，欢迎来到8月的占星频道。近几年来，找我咨询的朋友们非常关心自己的发展方向，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我会在这里定期分享占星知识、名人星盘解析，以及如何利用星座天赋。如果喜欢这样的主题，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占星学远远不限于太阳星座，事实上，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太阳星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代表着我们的自我的核心和基本的特质。如果要真正的了解我们自己的个性和运势，还需要考虑到月亮星座、上升星座和其他星体的位置与宫位。今天我们透过这支影片，快速地让你知道如何利用星座占星学里面的 Primary Triad 或者是基本三角来认识自己。首先，我们来看太阳星座。太阳星座常常被过度简化为星座，它代表出生时太阳的位置。占星学里面，太阳星座诠释一个人的特征、优势和挑战。如何知道我的太阳星座在哪里？太阳星座是由出生日期所决定。例如，如果出生在7月23号到8月22号之间，太阳星座就是狮子座。太阳星座体现了核心的本质与自我意识，它是驱动自我认识的基础，就像太阳是太阳系的核心一般。在占星学中，你的太阳星座代表着你的生命力与活力。我们以太阳狮子座为例子，狮子座的人通常充满自信、有领导力，而且喜欢成为焦点。他们是天生的领袖，有着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和骄傲。他们追求荣耀与被认可，喜欢帮助和保护别人，但是有时候也可能会显得自大或者是固执。我曾经分享出生在7月24号的美国飞行英雄 Amelia Earhart， 就是太阳在狮子座的名人代表。我们接着来探讨月亮星座。不同于太阳星座照亮了人们的自我，月亮星座则揭示了不轻易外显的情感本质与情绪。我们先来看如何找到我们的月亮星座在哪里。由于月亮移动速度快，大约2.5天换一个星座，所以我们在确认月亮星座时，需要更具体的出生资料，包括出生日期、准确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点。如果只有出生日期的资讯，也可以估算月亮星座。但是要注意，月亮是否有机会介于2个星座之间，以免造成误判。推算月亮星座需要透过网站或手机 APP 查询，可以利用 astro.com 免费星盘查询，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月亮落在哪一个星座。月亮星座反映了我们如何处理和表达情感，包括情感模式以及深层的需求和欲望，同时也可以洞察内心深处的恐惧与记忆。月亮星座说明了关于感受、反应以及什么让我们觉得安全。我们以月亮射手座为例子，月亮射手座的人喜欢探索哲学，同时喜欢冒险和拥有乐观态度。我曾经分享出生于1963年2月17号的半导体巨擘 NVIDIA 创办人黄仁勋就是月亮射手座的名人代表。我们最后来看星座占星学里面基本三角的另外一个主角——上升星座。上升星座是我们出生的特定时间和地点在东方地平线上可以看到的星座，它塑造我们外在的举止和世界如何看待我们的形象。如何知道我们的上升星座？与月亮星座一样，上升星座也需要根据出生日期、准确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点来推算。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上升点大约每2个小时会换一个星座，因此准确的出生时间非常重要。没有准确出生时间，很难估算上升星座。与查询月亮星座相同，上升星座需要透过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查询，
如果你有准确的出生日期、出生时间，需要准确到分钟，以及准确的出生地点，就可以利用 Astro.com 免费星盘查询后，就知道你的上升星座。上升星座对星盘解读有很重要的意义，可以参考我之前解析媒体女王欧普拉的星盘。在这里，我先列举几个重要的关键。最重要的是，包括我的频道，很大一部分的星座运势预测都是基于上升星座来推估的。看到这里，你是否发现过去都套用到不合适的运势当中？再来，上升星座决定了我们向世界展示的样子，尤其是在给他人的第一印象。最后，除了给他人的第一印象之外，上升星座还可以推估我们可能发展的方向。我们以媒体女王 Oprah 为例子，她的上升星座在射手座，这反映了她开朗、博学与灵活，吸引观众的能力，这是她能够在媒体界成功的关键因素。当我们进一步认识星座占星学里面的基本三角所提供的整体解析，我们会认识到自己的核心身份、情感深度与外在面貌。透过理解自我的基本三角后，会发现我们拥有的星座天赋已经呼之欲出，跟着我们来掌握天赋，并且驾驭生命。想要知道你适合的发展方向吗？我目前提供免费公益占星咨询，可以在影片描述栏中进一步了解。希望有机会帮到你。谢谢你的收看，祝福你开心与顺利。